我作为一名有极其强迫症又爱干净的人，有一件事我最不喜欢，就是和3个人以上的室友同住在一起。大家的生活习惯不一样，作息时间也不同，所以呢也少不了要去磨合。大学有1年的时间呢，我是和另外3个室友生活在同个屋檐下。我们4个女生呢都是来自不同的年级、不同种族、不同背景和不同的文化，这也造成了我们沟通上的一定的困难。今天呢，我就是想来吐槽一下室友们一些让我不能理解的邋遢行为。一般美国大学的公寓呢都是1年签期，到了新的学期你可以继续选择续租或者找新的公寓。那时候临近我上一个公寓的租约要过期，需要找新的室友。之所以能找到这几个合租的室友，是通过我朋友的朋友介绍，所以在我搬进之前呢，我对这些人一点都不了解，甚至还没有见过面。我们住的是4人间，2个卫生间就是等于2个人共用1间厕所，那客厅、厨房和洗烘干机就是大家一起共用啦。厨房里呢有好几个柜子可以给我们放东西，那需要我们一起商量谁可以用哪几层的柜子。那有的人喜欢做饭，东西啊调料会多一点，我是不介意去分他一部分，而我在意的是你有没有和我去商量。第一点呢，就是室友非常的没有边界感。在我搬进来的那天，我正在收拾东西，想打开柜子看看有多少的空间留给我。打开一看，哇塞，各种的罐头、食物啊、调料品啊，还有不同的意面占满了整个柜子。看到的时候，我是一整个崩溃的。而那个室友呢，是知道有人会搬进来，但丝毫没有打算去整理一下自己柜子里面的空间，包括他用到的一些锅碗瓢盆都是到处乱放。由于我是刚搬进去的，不想惹出什么事儿来，后来呢也和室友谈过此事。起初他会稍微注意一下，但是住久了之后呢又变回原样，所以后来我都懒得说他了，我就直接把我自己的锅碗瓢盆用完之后直接放回自己的房间，就是每次都把它放在那个床底下。公寓里的冰箱空间不大，就很普通吧，对于4个人一起用的话，那肯定就是很小了。如果有人买的菜太多堆在冰箱里的话呢，就会变得非常拥挤。每次我要拿自己东西的时候呢，就得一个个往外挪，你才能拿到最里面的东西，这些还能好沟通。最多我每次就少买一点菜，每次吃完再买新的。但我的那些室友们他们不是这样子的，其中有位室友呢，放在冰箱里面的食材不但多，还都是放了很久的过夜食物，比如有过夜的披萨，放了几天的珍珠奶茶，特别是过了几天的珍珠全都硬了，还有吃到一半的意面。这些食物过几天之后呢，真的是没有办法吃了，而且呢，它用来装食物的塑料容器还特别的大，就比如说他吃剩的那么一丢丢东西，结果用了一个很大的容器去装，占据了整个空间。每次我一打开冰箱就能闻到酸臭的味道，我的室友们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可能他们习惯和别人居住，我呢是怎么也接受不了了。最后还发生了一件让我非常无语的事情，就是我放在冰箱里面的食物莫名的消失，在群里面发短信问他们，结果没有一个人敢承认。我就在想，难道是被鬼吃了吗？接下来的第3个行为呢，让我到现在都感觉到非常的费解，就是他们吃完用完的锅碗瓢盆不会当下去清洗，而是会放到过夜，甚至会放几天。如果是太多事情要做或者是很累的话，那我还能理解。问题是每次都把锅碗瓢盆堆在洗手池里，导致我根本就无法使用，就真的很无语啊。一般美国人能用洗碗机去洗碗，绝对不会用手洗，但是呢洗碗机洗出来的也不干净，而且呢那么多人轮流去用，就非常的脏，而且细菌容易滋生。那用洗碗机呢也需要你第一遍用水过一下，有的时候他们洗完碗之后呢，剩余的一些垃圾还留在那个洗手池那个漏斗里面，既然我打不过他们，那就躲开呗。所以每次我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我直接就把漏斗放在最明显的地方，然后我继续再用水池去洗碗，就是放在最明显的地方，可以提醒那个人去倒掉。那如果他不倒掉的话呢，就一直放在那边几天都有可能。反正呢我是不会管，为什么别人的邋遢行为要我去负责呢？和我一起共用卫生间的那个女生呢，非常不爱收拾。原本我以为女孩子们嘛都稍微注意一下卫生，特别是卫生间里面的地板上的头发啊、浴缸的头发还有马桶圈，但事实是我错啦，只有我一个人会去注意这些事情，他完全不会去管。那卫生间里的垃圾桶满了都是我倒的，厕纸没了也是我去补的，这些小事呢我倒不会说太去在意，只是说一个人都无法收拾自己的生活环境，当然他也不会懂得尊重别人的生活方式。其实卫生间这个情况呢，在我之前纽约合租的时候也发现了，特别我们3个人都是女生，然后每个月大姨妈来访的时候呢，垃圾桶会
会非常的满。那2个室友呢，根本就没有想要收拾的意思。偶尔有几次我故意就等到很满的时候，我看看他们有谁会去主动，结果没有一个人去主动。后来我真的实在是受不了那个味道，而且满都是那个你懂的。后来呢，我自己就想说，既然他们不收拾，那没办法，那我只好每个月都我自己去弄呗。最后一点要来说一下，就是客厅里面随地都可见的什么酒瓶子啊，吃完的披萨盒子啊。平日里呢，虽然是看不到这些，只有他们邀请朋友来家里开 party， 一直到凌晨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凌乱的客厅。对于他们来说，玩得开心就行，一点呢都不去在乎 party 过后出现在客厅里的垃圾会不会影响到同住一起的室友。那次开 party 开到凌晨也就算了，还邀请了男朋友过来亲热，真的是把我惹毛了。第二天早上呢，我就把那个室友说了一顿。真的是经历过那次之后呢，以后我选室友都会擦亮眼睛，先提前了解对方是怎么样的人，再选择住在一起。像以上这种情况呢，公寓一般都不会管，因为也管不了那么多，而且公寓里的 leasing office 时常都找不到人。如果你也在找室友合租，一定要了解对方的生活习惯是不是和自己相似，有哪些地方呢你可以做 compromise， 可以和对方商量着来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，希望你们有个美好的一天。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别忘记点个赞，关注一下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